你好，我是英英，歡迎收看 Highlight。那馬來西亞呢是一個資源豐沛而且很有愛心的國家，所以呢，我們的政府呢非常的願意呢花錢來蓋房子，來養蚊子。只要政府想蓋呢，誰都攔不了的。那台灣人呢，就會統稱這一種造價昂貴，可是卻沒有實際效用的工程呢，叫做蚊子館。但是呢，我們馬來西亞呢，用蚊子館呢，已經不足以形容我們的愛心了。因為呢，我們不單只是蓋房子給蚊子住啦，舉凡是從地下踩的、有屋頂的、手會碰到的、會動的、蓋爽的各式各樣的 projects 啊，可以說是遍布全國啊。畢竟呢，蚊子也不只是需要一個家嘛，蚊子也要出門玩的，是不是？以下就是 Highlight 為大家精心收集馬來西亞花大錢卻蓋心酸的5大失敗工程。第5名，大馬之眼摩天輪。2007年的時候，政府為了要推動旅遊以及慶祝國家獨立50週年，於是呢就決定抄襲英國的倫敦之眼，在吉隆坡的這個 Taman Tasik Titi Wangsa 打造了這個全東南亞最高的摩天輪大馬之眼。這個60米高的摩天輪呢，是可以讓遊客觀賞吉隆坡方圓20公里的這個繁華的景色。當時候呢，大馬之眼呢被國內的媒體大肆報道。Titi Wangsa 湖濱公園從此不再一樣，馬來西亞也從此不再一樣了。沒錯，有很多馬來西亞人呢坐上了摩天輪，看到了吉隆坡的這個高樓大廈之後呢，還十分的驕傲，覺得我們馬來西亞呢，又繁華又進步，實在是很爽。沒有錯，就貪圖這一個爽字，你知道我們花了多少錢嗎？3、2、1，3000萬令吉啦，就是30個 million， 就只是為了讓大家爽一下，我們就花了30個 million建了這個摩天輪。結果在不到1年的時間裡面，就開始出現了財務問題。政府呢就以為啊，當時候呢他的想象就是非常的豐滿，會有成群結隊的外國人呢去買票啊，然後去看風景啊，哇哈哈這樣子啊。結果呢卻被寥寥無幾的遊客評論說，這個摩天輪沒有什麼特別。結果呢，還傳出呢，政府為了要拯救這個大馬之眼呢，決定花570萬購買上萬張的門票，然後呢再免費派發給民眾。你說這樣這政府是不是很暖心、很有愛心呢？搞笑的是呢，這個大馬之眼呢本來是全東南亞最高嘛，馬納刀在隔年呢就被這個165米的新加坡摩天輪打破了這個記錄，很短，就是。原本十分風光的這個大馬之眼呢，就越來越暗淡，越來越暗淡。結果呢，馬六甲州政府就決定要接手，將這個摩天輪呢就搬到了馬六甲河，就想說，換一個地方會不會有不一樣的 chemistry 嘞？結果還是一樣，落到了這個被貸款公司查封的下場。那如果呢，你想要緬懷一下這個當年的驕傲呢，你是可以用 Google Maps search 一下 Eye on Malaysia，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遺跡哦。只不過呢，這個3000萬已經化成了一片廢墟了。看到呢，也只不過是一陣心酸。第4名，毛甲的這個國際機場是馬六甲啦，馬六甲朋友不要生氣。那或許有很多人不知道呢，其實馬六甲呢也是有機場的哦。不過呢，不知道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因為這一座機場啊沒有飛機。2010年，政府花了1.9億擴建馬六甲機場，除了是提升航廈啦，也加長了這個機場的跑道。那因為呢，政府想要讓一些大型的飛機起降嘛，每一年至少要服務150萬名的乘客。那跑道有了，航廈也有了，錢也花了，但是不給呢，就是名副其實的風飛給啊。其實呢，馬六甲機場呢是一波三折啊。從擴建之前呢，都已經被警告會變成白象計劃，可是呢，政府還是一意孤行，覺得呢，只要蓋了機場，飛機自然就會來。蚊子妹。他們忽視了馬六甲距離吉隆坡機場呢只有大約2個小時的車程，在這麼短的距離又多蓋一個機場，又怎麼會有航空公司願意進駐呢？第濕咗個頭，冇得翻轉頭。馬六甲呢就不斷的要求航空公司開航線啊，可是這個航線呢是開了又關，關了又開這樣子。但是呢，馬六甲的這個市場需求也真的實在是有限啊。就算是有需求呢，也會被更有競爭力的吉隆坡機場給吸收。那當時馬六甲機場呢，每年就虧損了大約350
萬令吉，前前後後呢已經耗掉了4億左右。截至2023年的9月，馬六甲機場已經是空空蕩蕩。馬六甲州政府呢也終於承認這座機場沒有需求，他們將會探討把機場改為其他用途。花了4億才發現沒有需求，這個代價會不會太貴了呢？那你覺得這座機場呢可以改作為什麼呢？如果你有什麼 idea 的話呢，可以留言討論一下，不要浪費這個花了好幾億的機場啊。對了，之前好像聽說吉打也是要建機場噻，要不要想一想啊？第3名，馬六甲單軌火車 Malacca Monorail， 是的，馬六甲又進榜了哦。馬六甲的這個單軌火車呢，是跟它的這個機場呢是面對着一樣的命運的。你看得到軌道，你也看得到車站，但是你看不到列車。馬六甲是不是真的這樣？馬六甲的朋友請留言。2010年開始呢，馬六甲前前後後就花了4000萬來打造這一條呢3.5公里的單軌火車。依照規劃呢，它會繞着馬六甲河一圈，那沿途呢就會經過許許多多的這個旅遊景點，時速呢是每小時8公里。是的，你沒有聽錯，時速只有8公里。那列車呢需要用30分鐘呢才可以走完全程啊，你跑步都可能比它快啊。其實馬六甲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把這個單軌火車呢當作是公共交通，純粹是一項旅遊產品。只不過呢，這個旅遊產品也太貴了。根據2014年到2019年的數據哦，這一條花了4000萬令吉打造的單軌火車，5年的總收入只有區區的48萬塊，也就是平均呢1年呢只賺了9600。玩國嚟嘅啫，嚇我唔到嘅。唉，你把4000萬呢放進 FD 呢，1年呢也有120萬的利息啦。所以你說馬六甲人心不心疼？心不心疼？更恐怖的是呢，這條單軌火車啊，不單只是不賺錢啊，還一直壞掉。當年的這個列車才剛剛開通幾個小時就發生了故障，讓興致勃勃的遊客呢就困在這個車廂裡。2個月後呢，索性還徹底停運。但是呢，馬六甲政府非常的有毅力哦，他們還在中間呢就塞浪加了這個2000萬令吉，繼續展開第2期的工程。不過呢，錢是繼續的投啊，燒，就不代表這個列車呢可以繼續的走哦。那這些年呢，單軌火車呢經歷了好幾次停運又重啟、停運又重啟的這個循環，最後呢，在2023年它就變成了這副模樣。第2名，森林城市 Forest City。那我相信呢，你沒有去過 Johor 也肯定聽過這個名字。你只要 Google 呢 search 一下森林城市呢，你就會看到鬼城啊、死城啊、爛尾啦、荒廢孤島啦，甚至還被稱為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計劃。那關於柔佛的這個森林城市的負面報道呢，至今都還是佔據着國內外媒體的各大版面。相較於馬來西亞的媒體呢，國外批評這個森林城市呢，可是一點點都沒有在客氣的哈。法國還甚至將它形容為一項瘋狂的宇宙級房產計劃。森林城市瘋狂嗎？或許大家可以先聽完以下的介紹，再自己去做判斷啦。森林城市是始於2006年，是中國碧桂園開發的巨型房地產計劃。沒錯，這是最近呢差一點破產的碧桂園。那這個計劃呢，距離新山市大約40公里，號稱呢要花1000億美元來開發，想要填出4座的這個人工島，面積呢大約是30平方公里啊。對於數字沒有什麼概念的朋友來你請注意哦，30平方公里呢就等於說是一個澳門，沒錯，是一個澳門哦。當時候呢，他們宣稱要打造一座呢陸地上沒有汽車的未來城市。那除了這個烏托邦的行銷手法、誇張炫目的巨大模型之外呢，因為他們主攻的是中港台的買家嘛，所以森林城市呢也不斷的在強調自己是在新加坡的旁邊，搞到呢很多人都以為呢森林城市是新加坡的。雖然面對着很多的這個爭議，但是呢森林城市宣稱呢已經賣出了超過80% 的這個單位，結果呢媒體卻發現了這裡幾乎是完全空置的，因為有很多買家是投資客嘛，所以呢入住率就極低咯。本來號稱要吸引70萬人，但是呢有媒體卻說這裡只有2000人而已。其實呢，森林城市向來呢都受到聯邦政府的眷顧的，除了是擁有柔佛經濟特區的許多稅金的優惠之外呢，當年的納吉還特別為他頒布了免稅島的這個地位。
讓森林城市的消費呢都是 duty free 的。然後甚至呢，最近呢，雖然中國碧桂園啊就爆發了這個財務危機，但是安華呢還是將它設為金融特區，給外國人提供特別的 visa， 還有 income tax 的這一個優惠。也難怪呢 ，property agent 會說森林城市是特區中的特區，擁有非常多與眾不同的待遇。雖然政府已經提供了它各種優惠哦，但是森林城市呢似乎已經是變成了一個國際知名的負面詞彙，甚至呢在中國的知乎也有許多的這個警告啊，告誡中國人不要買這裡的房地產。聽到這裡，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宇宙級的房地產開發案是厲害嘞，是瘋狂嘞，是成功嘞，還是失敗呢？第一名。賽程級多媒體超級走廊 Cyberjaya and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沒錯，這是一座當年被政府瘋狂推銷、科幻感十足的城市。1997年，首相馬哈迪宣布要打造一個高科技的智慧型城市 Cyberjaya。這一座城市呢，是位於吉隆坡以南大約50公里，是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 MSC 的核心。那什麼是 MSC 呢？簡單的來說，它就是一個巨大的高科技區域，從吉隆坡機場呢就延伸到這個雙峰塔，而這個 Cyberjaya 呢則是在中間，總面積呢有750平方公里啊。對於數字沒有概念的朋友來密聽好，這個面積呢就是比新加坡還要大。當初呢，政府就希望呢，透過這個低稅收啊，還有高速網絡來吸引外國的高科技公司過來投資。所以呢，馬哈迪呢就將 Cyberjaya 呢預設為高科技產業的中心，甚至呢計劃都還沒有開始呢，就自稱為馬來西亞的矽谷。不過呢，20年後的今天呢，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矽谷。其實馬來西亞呢有2個所謂的矽谷啦，一個是聯邦推動的 Cyberjaya， 而另一個呢則是 Cyberjaya 之前呢就已經存在的東方矽谷 Penang。雖然呢，在聯邦政府的加持之下呢 ，Cyberjaya 呢應該是要超越檳城才對的。但是呢，現實是擁有強大科技製造業的檳城，其實是更接近矽谷的理念。當時候的馬來亞大學副教授迪魯呢還說，檳城呢已經是一個有名氣的科技樞紐了。他很好奇，為什麼政府呢當時不願意借重當地的這個縣城的優勢，先在檳城推動 MSC？他還覺得啊，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嚴重的策略失誤。結果不單止 Cyberjaya 沒有達到效果，還間接讓馬來西亞呢落後了別人10年。那因為馬哈迪崇尚高大上以及無中生有，所以呢，不管是 Cyberjaya 或者是 MSC， 成果都差強人意。雖然呢，政府當初的這個宣傳是充滿了科幻感，但是呢，今天的 Cyberjaya 呢，基本上就是一座大約有10萬居民的普通城市而已。Hari Ahad weekend, patutnya ramai orang, tapi tengok ah.除了生活成本比較低之外呢，它好像也沒有太多的成果。不知道你認同嗎？認同請留言啊，反對也可以留言。其實呢，這些年來啊，馬來西亞浪費了非常多的這個人力和資源在很多大而無當的形象工程上，而且呢，有很多是上千萬甚至上億起跳的。而我們剛剛分享的這些計劃呢，有一些還在進行當中，政府還在努力的拯救他們。那畢竟呢，我們也不希望這些工程是真正的徹底失敗，因為失敗的話呢，其實那個苦果也是由我們這一些老百姓來承擔的。那我不知道大家的家附近是不是也有這其他不為人知的失敗工程呢？歡迎你留言讓我們知道，告訴我們，你有留意到的這些失敗工程。或許呢，我們海萊德呢，接下來還可以收集大家的名單，另外做一集民間版以為不為人知的失敗工程哦。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還沒有 follow 我們的朋友，請趕快去 follow， 還有我個人的這個頻道。那踴躍的留言分享，那我們海萊德在下一支影片再見，拜拜。